对呀，怎么样？不行，不好吃。哎，我知道前面那家好吃，这个没有我想要的。哎，前面那家不错。姑奶奶，你确定一个？累死我了，我都快饿死了。今晚吃什么呀？吃烤肉？太油腻了。吃寿司吧。啊，这季节吃那个不好吧？太生冷了。我怎么爱吃的你都不能吃呢？你也太矫情了吧！你能吃点正常人吃的东西吗？不给你吃了。大冬天吃这个多浪漫呢！哎，不行，哎，不行了。哎，带纸没有啊？多不舒服。我本人喜欢这个题，因为我是一大吃货，我特别爱吃，你知道吧？所以当看人家那个因为吃而争执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参与一下。接下来我们请出吃货女生和她男友吧，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山，24岁，来自辽宁，实习销售；女嘉宾小宋，24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助教。来，有请两位。哦，欢迎啊！姑娘，麻烦你告诉我，你是真吃货吗？是，就好吃这口了。所以我就想问了，为什么你那么爱吃，你那么瘦呢？我没你那么爱吃，我就天天就起呢。哦，我就是比较喜欢研究吃的，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做完之后就分给朋友了。哦，就是你是研习吃货的。哦，是的。那我们俩还是有差距的啊！我是真要吃的。这个，你们俩谈恋爱多久？谈了有2年吧。怎么了？怎么就影响爱情了呢？多好啊！吃着美食特别开心。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经常会买一些，就是您想象不到的东西。不可能，奇怪，真的。对于我们吃货来说，没有想象不到的。你说吧。真的有。你说吧。他买过一种味道很怪异的饮料，叫什么蛇草水啊，喝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就像你睡了一夏天的烂席子的味道。听说今天好像你们带了这些饮料了，对，我特意给大家带了，让你试一下，真的。来，你给3位老师品尝一下，我也品尝一下，可以吗？我不知道他们敢不敢，我是敢的啊。有点意思。闻这个味儿真的有点那个席子和草的味道。人家就是草嘛。我还是算了吧，这个少喝一点，就没喝过，大家讲一下。不是有副作用吗？没有，他对身体还挺好的。他说他一直都胃寒胃疼，然后我朋友让我推荐的，我就上网买了这个，它可以治疗胃寒，就是让胃暖起来。我也是为了心疼他，就给他买了1箱，然后让他每天服用。让他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效果结果呢，他还上来吐槽我。这是你不对啊，就是女朋友为你好，即使是毒药你也得喝呀，是不是？我支持你啊。然后他还把这么多贵重的这个水儿满载着我心意的水。很贵重吗？关键是我的心意在呀。然后他还把这些水儿拿起来了。他还把这些水分给他室友喝。我有个室友人非常好，替我担了很多事儿。你的意思就是好多东西给他吃了是吧？全系180多个男生，只有他能喝下这玩意儿来。挺好的。你室友跟我算一个调性的啊。来，接着说，还有什么美食他接受不了？有你说。他还买过一种进口的鱼罐头。他那个罐头看上去挺普通的，就这么大一个盒。但是他那外面就会很特别的标志说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内打开。根据他的饮食习惯，我就知道这肯定东西应该挺特别的我就到一个操场边把它打开了，结果呢？结果就扑面而来一股氨气的味道。没他说那么夸张，我这也是在网上看见的，是一个瑞典的一个鲱鱼罐头，挺有名的。我也是图一好奇，买来跟他分享一下而已。说氨气都简单了，其实就是一种屎的味道。我其实很好奇啊，那罐头应该带点，我吃一口哈，没吃过，我好奇啊。接着说啊，有一次很偶然嘛，聊天我说我一朋友特别奇葩，他就吃了一个活的八爪鱼，然后我对象就拉着我吃啊，没觉得呀，就拉着我就吃了，回去就胃肠炎了。
八爪鱼那个不是那次你提议的吗？我才带你去吃的。我只是说我朋友吃过，我决没有说过我想要吃那个东西。我胃不太好，吃那个生鲜之后反应也不太好，就是就胃肠炎又犯了，然后半夜出去还是他们带我去的医院打的吊。这个就是你明显不是个吃货，吃货的标准只要好吃是不计后果的。他就是太矫情了，他不能陪我去吃那个八爪鱼，却能陪他朋友去吃手扒活虾。您想呀，那活虾都是活的呀，然后给人生吞活剥了，这多恶心，而且还残忍呢。我朋友只是说去吃一个特别的东西，然后我就像小白鼠一样就去了去了之后才知道是那个。女生有意见，是我让你吃八爪鱼你不吃，你陪别的男人去吃虾，这跟食物没有关系啊，性质问题。接下来呢？他做东西就是非常正常的东西，能做的非常不正常啊！你举个例子来说。他给我做过1颗番茄饭，这名字很浪漫呐1颗番茄饭也是我在网上看的，我也是为了他们第一次学做饭，然后就是在一个保温锅里面放上大米，一个洗好的番茄放在中间，往里面放上各种料，然后呢，我还打了一个生鸡蛋呢，就是为了美观又营养一点。然后等着这个饭焖熟了以后，再拿手铲子给它给和开。然后这样挺好的嘛，就是西红柿鸡蛋加上那个米饭而已。不。绝没有结束他做完呈现之后，就是番茄酱倒到碗里边，然后往里边和点米粒那种，扑面而来并不是什么香味，而是首先是一股子香油味，后味里边还有那个胡椒，强忍着吃一碗嘛，剩了那些我就寻思正好家里养狗嘛，我就说给狗一点尝尝。我们家金毛跑过来闻一闻就跑了。我做的饭你合着都是给狗吃了吗？然后金毛一天都没理我。狗当然不吃米饭了，狗都爱吃肉的。咱家狗不挑食。我听到现在没听出什么个美味来。下一个能稍微美味一点吗？他做了葡萄橘子炒白菜。这个菜挺有意思的，你给我说说你怎么做的？这个也是在网上看见的，葡萄橘子就买好的罐头就可以了，然后加上白菜，再加上点酱油，再加上点盐，就是其他的一些佐料，然后炒一炒。想不出什么个味道来。那什么味道？吃了吗？也是吃了一小碗吧。给金毛吃了吗？根本没吃你怕金毛不理你是吧？但是我看这姑娘挺好，人都给你做饭啊。虽然，对，虽然那个但是总比不做饭的姑娘好啊。我其实还宁愿她不做饭你们说点美食行吗？说到现在，我光想着美食，我就没听到一道美食。也有吧，她要是碰到一些爱吃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节制的比如她愿意吃臭豆腐，双倍臭酱，就是那个豆腐的金黄色你已经看不出来了就是一股子泛着荧光的惨白。然后他吃完之后，周围5米都没有人烟。他说的太夸张了，我就是爱吃臭豆腐，加双倍的酱怎么了？我就是喜欢这一口啊。还有他吃榴莲，他能整颗吃都，容易上火，吃了上火吗？配上山竹吃配上山竹吃就好了。会吃啊。他不懂我浪漫，我1年4季变着法儿想给他带来惊喜，在吃上，我立志于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品位的吃货的。结果他呢，不就那次下个雨，让你去喝咖啡，你就推3阻4的。那个不光是下雨，那天是台风，树都刮断了，咱能不出门吗？越是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越考验你的时候。那天进去之后，那店里都没什么人了老板说，如果你们不来的话，我就要关门了。那样多好呀，那不是专场吗？咱俩平常有这待遇吗？而且去的时候，也就仗着我还胖一点，要不然的话就被刮飞了都能。你没有想着咱们看看外面的雨，读书，喝咖啡是一件倍儿浪漫的事吗？是，台风来了，你要是喜欢这种浪漫，建议买一个咖啡机。自己在家里就解决了。不光这样，他有一回就是秋天嘛，北方秋天就是会很冷然后他那天就要去海边，然后就又弄了一些海鲜去，就一边踩着那个已经深秋的海水，然后一边吃那个就感觉下半身已经冰凉的了，然后嘴里还嚼一些东西。回去之后就也是翻江倒海的。姑娘，我发现你不是吃货呀，你是一个极限运动家呀。那倒
倒不是。你全是在考验人类的极限呀！你这厉害呀！啊，他就是矫情，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我俩脚丫都泡在海水里面，然后吃着海鲜，撸着串，这不挺好吗？有点意思。回去之后特别不舒服，然后还有一冬天，有一特别冷，下大雪那回还非要去吃雪糕，然后就你每张开嘴之后，你到嘴里的不是雪糕，而是雪花，就是拌着雪花吃雪糕。你怎么就一点浪漫情调都没有呢？那你不知道下雪天的时候，雪花和雪糕最配了吗？没那事儿，没那事儿。而且回去之后这次更严重，就直接胃痉挛了。不容易啊！你是真是用生命在爱，是吧？我觉得吃并不是能暴露一个人的本质，最本质的是他现在还跟前女友有联系。呦，原来是这个，这就是你不对了。其实事情是那样，就是我有一天之前的那个对象回来说，放假了嘛，他是在英国念书然后回来说大家见一面嘛，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我就提前跟他说，我跟朋友出去吃个饭。他一直都骗我，一直都隐瞒我。是那次的时候，我朋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说我看见你对象和一个女生在逛商场，我当时就懵了。然后我问他，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今天跟谁出去了呀？然后结果他说就一朋友，一直都搪塞我，结果就是你前女友。他现在本来就是已经是我的朋友了，非常普通的朋友，而且他现在过得非常好，他也有对象，我们也在一起了，他也知道你。我们吃饭的时候谈的挺多，还是关于你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是谁吧？他是我的朋友，没错啊。是你的前女朋友。他现在也只是朋友而已啊。前女友会吃吗？还行吧，会做。爱吃吗？他会做。但他做的非常正常。你真是不会说话呀。那你今天你来的意思，你是觉得这臭小子变了？是的。以前你在口味上怎么折磨他，他都行。我今天来主要是我希望能够改变他，不要再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并不稀奇古怪，大家都吃的，就是你矫情，你知道吗？你们已经很清楚我的身体状况了，我就是肠胃不太好，干嘛一定要带我去吃那些稀奇古怪的，然后又难以下咽的东西呢？听明白了，看起来问题出在了吃上。深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段情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一起听听老师们的说法。丘比特问卷。女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的男朋友如果10分是最高分，就是哇，他太有魅力了，他就是我心目当中那个男神的话，10分最高分，0分是最低分，你觉得他有几分？我觉得他应该在5、6分。就是现在给他打了分是吧？是的。在最开始你选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会儿能有几分呢？那时候应该是9分。为什么那会儿9分呢？因为我是个追求完美主义者，那1分应该是最后加。那为啥那会儿那么好呢？他好在哪儿啊？就是他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好吃，然后就做各种的小东西，然后贿赂我。再加上他人本来就也挺好的，挺细心的，然后就感觉这小伙子还不错。然后经过这2、3年的交往，你发现他人品一下暴跌了。倒不是说人品暴跌，就是感觉越来越吃不一块儿去了那种感觉。那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有压力吗？也有。作为他的女朋友，压力在哪里？压力就是他现在还是跟前女友有联系，然后再加上他平常约他出来，他也不出来，然后他说他是怕吃什么东西不好，我怎么会对你不好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流行一句话：管住一个男人的胃，就能管住他的心。他是用你的胃来捕获了你的心，所以你就想，哦，既然这样做的话，那我也应该用捕获他的胃来捕获他的心。没想到你既没有捕获到他的胃，也没有捕获到他的心，反而伤了他的胃。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黄桃、葡萄、橘子炒白菜，我刚刚上网专门去搜了一下，是扬州某大学师傅做的一个饭菜，在学校卖的还挺火的。而那个菜，所有吃了的学生都给他评价2个字儿：酸爽。酸我把它刨开，爱情当中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爽的话就会让人很愉快。所以其实你是特别愿意让你的爱情充满了活力的。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你愿意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精彩，但是在你的生活变得更精彩的同时，别忘了你要跟你心爱的人做他也愿意让你们2个生活共同变得精彩的事情，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
其实你们之间呢，貌似是你是一吃货，他不懂得吃，但是我隐约反映出你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和对方去沟通。一开始我听到一个细节啊，一开始他是知道你是吃货的，对不对？所以你还千方百计的给他买一些好吃的，包括肯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而你呢，他给你造成一个假象，哦，原来他对吃也是比较好奇哦。所以呢，你们之间现在相处的方式呢，好像就是吃。你以为把你认为最浪漫的事情分享给他，就是一种对他的爱，而他呢，其实渐渐的已经觉得装不下去了。但是你丝毫没有看到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一些细节，你不知道他真正喜欢什么。而此时出现了前女友的状况，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一定是和你和现在的女朋友沟通少了，一起共同的话题少了，然后你萌生了跟前女友在一起聊天的这种冲动，一定是。所以你们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你们现在已经疏于去沟通，不会了。你们在一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除了吃以外，比如说一起去看看电影，比如一起去做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去爬爬山，对不对？我想他一定会感觉到你对他的关注。而如果他现在认为说你的关注点全在于吃了，甚至于吃就是最大的情敌了，那可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把自己的爱好保持，但是要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男朋友身上。你呢，也就别再装了，好吧？尽量的制造一些跟他沟通的机会，说出你的真正的爱好兴趣，让他来了解你，好不好？我觉得挺好的，你们俩。吃有酸甜苦辣，爱情同样有酸甜苦辣，但只是吃的酸甜苦辣和爱情的酸甜苦辣有的时候恰恰相反。你想要爱情尝点甜头，可能你嘴上就要吃点苦头。如果你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会把鱼最好吃的那一部分留下来给你，他会把他认为最好吃的留下来给你，他会把菜里面的最后一块鸡翅留给你，或者说他会为了你想吃的东西跑到老远去给你买。再或者他明明知道有样东西你不喜欢吃，但是他却知道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为此而喋喋不休。又或者是他知道你喜欢吃的菜，于是他就少动几筷子。这个人一定是爱你。如果与此相反，你每次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不喜欢吃，但他依然分享了。你做的饭明明知道质量不过关，但他依然满足的吃下去了，并露出好吃的样子，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爱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吃已经不再重要，而是吃背后的情感，你有没有去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发现这一点。我们经常会认为他可能喜欢吃这个，也许他不喜欢吃这个。你每次跟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是因为爱屋及乌才勉强把它吃下去，因为不想让你失望。也许你每次在动筷子使劲的吃那一盘你喜欢吃的时候，你也许没有注意到他没怎么动筷子，因为他知道你喜欢吃。那么如果遇上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吃之外，是不是应该看一看，注意一下身边那个人？所以我认为吃什么并不重要，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关键是吃的背后，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时时关切你的人？如果有，那么吃已经不重要，而是这份情谊非常重要。所以还是那句话，想要爱情上获得甜头，嘴巴上就要吃点苦头，就这个。听懂了吧？你把这件事儿你仔细琢磨琢磨，就是当一个人说你胃寒，我给你找一个吃的能帮助你胃寒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一种爱吗？你仔细琢磨琢磨，是这个时候感觉其实是挺温暖的，虽然说嘴上说着不爱喝，那为什么嘴上要说这个伤人的话呢？就是他虽然会买这个，但是冬天的时候还是会拉着我去吃雪糕。女生啊，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即使是挚爱的人，当你强迫他的时候，是把他往外推。你们俩别分开啊！这个难得找一个能忍受你这么去吃的男人不容易，你也别跟他分开啊！他真有那种恋爱的激情，他真是想把那个恋爱里面那种生活平淡的东西，想着法儿的通过吃来调剂出来，真的好。
但如果你实在不接受，你就放手吧。我知道有很多男人爱吃，啊，那你就找那个爱吃的人在一起，也挺好的。好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尝试着去做一些改变，就是能够接受一些正常的东西，能够多考虑考虑别人。不管那个别人以后还是不是我，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能改变，我会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没了？没有了。好嘛，请亮灯吧。唉，所以你们别拿吃说事儿，行吗？不爱就是不爱，别拿吃来说事儿。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请观众朋友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你来拿。接下来我们看看，因吃会让一对恋人分开吗？请开门，请开门。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